什么？铁铉要投降？这是我亲耳听到的，难道还有错吗？明天就能出城了，甚好。这断不是铁铉的处事之法，其中必然有诈。夏老弟，你多疑是好，可是疑多了就成了毛病。铁铉不是说了吗？他不会罔顾百姓的性命的。铁铉他读了一世的圣贤之书，对于他来说，忠君爱国远比这一切都重要。再者说，他若不想背上这罔顾性命的恶名，当时燕军围城之日，他就可以献城投降，何须等到今日？这3个月来死的百姓还少吗？有什么话就说。本王恕尔等无罪。殿下，末将以为殿下答应入城受降一事太过冒险，恐防其中有诈。末将以为然。自古以来，投降受降，安有降军不出城，反要受降之军主将率先入城的道理？还望殿下三思啊！请殿下三思。诸位将军多虑了。今日济南城官民启降，言语诚恳，拳拳之心，殿下亦是见他们不似有违，才答应此事。若殿下转背实言，岂不是凉了济南城百姓的心？纪纲已着人盘问过随队而来的百姓，他们说，铁铉是当众宣布此事的。若说那几个官儿是有意作为，可那些百姓断不会由此心机城府。由此可见，铁铉、盛庸等人是有心投降的。可是，好了，纪纲所言正合本王的心意。明日之事就这么定了。本王亲自率队进城受降。若是我在城门口伏击进城的燕王，必定会选择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作为藏身之地。等到燕王进城的时候，对其射箭。你是神箭手，我相信你的判断肯定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埋伏在此。子期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去准备一些弓箭。好。只能找到这么多了，已经足够了。明日燕王就要进城，咱们要加快动作。你要小心一点啊。放心吧。你也要小心啊。诸位，今日成败在此一举了。恭喜燕王！
你个狗贼，竟敢诓骗本王！末将等护主不力，请殿下责罚。请殿下责罚。殿下受袭，纪刚难辞其咎，请殿下只罚纪刚一人，不要罪及其他将军。此事是本王做的决定，没有他人之责。起来，都起来！谢殿下。幸得皇天庇佑，王爷性命无虞，否则末将等就是万死，也弥补不了今日之过了。是夏洵救了本王。夏洵，当时有一支箭射向本王，却被另一支箭打落。能有如此好剑法的人，只有夏洵。夏洵，开炮！启禀殿下，京城800里急报。你们也看看吧。朝廷再整兵马北上，但不知主将是谁。我等好战已久，士气大不如前。此时不论由谁挂帅，咱们都未必能与之一战。最无耻的是那老匹夫，竟然把先帝的灵位挂在城楼上。我军虽然强攻数日，但毫无进展。师妹所言不无道理。我军围城3月，迟迟没有进展，再这么拖下去，不用打就败了。如今朝廷整军北上，不知还有多少时日。此战速战速决。是。参见殿下。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本王有何要事？还请殿下先行饶恕纪刚的罪责，纪刚才敢讲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本王恕你无罪，起来说话。谢殿下。殿下早前所说攻城一事，纪刚觉得有些不妥。哦，说说你的理由。朝廷整军发兵北上，不足半月，就已攻到济南城下。正如张将军先前所言，我军疲累，难以与之抗衡。外加平宝儿
吴杰等人，又时不时侵扰我军后方，毁我粮道，焚我粮草，试图切断我军的一切供给。即便我方早有防范，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啊！属下以为，济南城久攻不下，再攻半月，无非是徒增伤亡，倒不如先撤回德州。一来可以保住我军粮草，二来还能给人留下敬仰先帝故而撤退的表象，这样对我军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属下知道殿下不舍得，可如果此时不撤，日后便难以撤退。容本王想想。你先退下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下一个。啊，拿好。下一个，你的。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快走。下一个。这分明是水嘛，能喝吗？前夕就别喝。走。不吸，我们喝啊！走啊！一会儿再拿一碗啊。下一个，多两句，你想被抓吗？有的喝就不错了，你这样小心连这个都没得喝。我说的有错吗？这分明就是水啊！哎呀，谢谢，都怪我没用。铁炫那家伙真是太绝情了，宁愿看着人死，都不肯给我领牌。铁炫杀燕王未成，自是做了自断生路、破釜沉舟的打算。哎呀，这回真的死定了！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别唠唠叨叨的，大不了就是一死啊！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许我唠叨两句？等到了阴曹地府，你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谢谢啊。子琪啊，不如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考虑一下。什么话？就是那拜堂成亲。子琪，我不想黄泉路上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就可怜可怜我，答应我好吗？看这周西的，再说一遍。燕王退兵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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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琪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忘了。子琪，太好了！子琪，燕王退兵了！参见殿下。快起来！谢殿下。这一次，你们一定吃了不少苦。多谢殿下关心，属下没事。执意赴险，义字当头，好，很好。本王最欣赏的就是重情重义之人。好在和你们遇上了，要不然本王定会后悔终身的。让殿下担心了。那日在城中以剑击剑的人是你吗？正是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本王记下了。如今局势模糊不清，本王亦不好承诺你什么。但你放心，只要本王在，断不会亏待你下去。谢殿下。
今日，本王便将话撂在这儿。天地为证，你们都是本王的肱骨之臣。有本王一日，便有你们一日。只要你们不离弃本王，本王断不会亏待你们。下愿为燕王殿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真的要去金陵？我本该3个月前就着手赴金陵的，现在已经延误了，我得尽快赶过去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既然已经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我只能进不能退，要不然我所做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了。不行，金陵城太危险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。可是……谢谢。那我也要一起去。听话。嗯。谢姑娘。谢谢。松开。听话。江小弟，好久不见。夏兄，我要去燕王那商讨一些事情，你跟我一起。好。走吧。再过几日，殿下便要撤出德州回北平，我们则要潜入金陵城，尽可能的在建文朝中插入我们自己的人，为保大明繁荣昌盛，尽一己之力。可是金陵城是罗克敌的地方，想混进去，这金陵城中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不甚了解。到了之后，再做打算。季老弟，你意下如何？我都听夏兄的。好，那咱们早点收拾，后日早晨准时出发。走吧。我也先去收拾一下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哎呀，又要做丢命的买卖了。哎，我说彭姑娘，不如我们赶紧拜过天地吧，不然到了金陵城，我怕没时间啊。谁说要跟你成亲了？不是，那日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再说了，我又不去金陵。什么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去？对啊，我就是不想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你不去，谁来保护我呀？你说是吧？哎呀，你就跟着一起去吧，去吧，好不好？去啊，走了。你赶紧走。你不去，我就不走。我去。走，走！你答应我了，你答应我了，走啊！客官，我们这要打烊了。走开！夏雪，我不是输给你，而是输给了谢谢的那颗心。等会儿。
金陵城已经开始戒律，罗克迪知道夏雪没死，就一定会前进金陵城。他这是在等着他呢。彭姑娘，不如你教我几招功夫吧。虽然我不能全身而退，好歹能死得晚一点呢。出息！哎呀，好不好嘛，好不好嘛？你想想，如果我会武功的话，你也可以省点心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家保护我吧？你说是吧？想学功夫啊？好啊，起来！哎，过来。好啊，那就先给我扎半年的马步。半年？啊？有没有快一点的？哎，我听说有一种功夫叫做擒拿手，学起来特别快，特别是男孩子。真的呀？对。哎呦！头头，我的天哪！彭姑娘，怎么样？城防太严，完全进不去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有，秦淮河。不行，我们根本过不了秦淮河，怕是还没到金陵城中，就淹死在这河里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收到一封来自福州的密报，说过几天有一批东瀛国使节要来大明觐见。如今想来，其实咱们可以混进这批使节当中，前进金陵城。毕竟是他国使节，锦衣卫应该不会硬搜。只是我们对东瀛的风俗习惯、穿衣打扮完全不了解，姿势体大，咱们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其实呢，东瀛是很多小国家，其中最大的就是日本国，再者就是琉球。琉球如今分成3个小国，那北边的某些小国基本上都叫不上名字。其实这些东瀛国家的风俗习惯基本上都大同小异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们基本上被我潇洒英俊的外表给迷惑了。其实呢，我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博通广大。你说不说？我说，金老弟，你救我！好痛！我说，其实夏老弟早就想好计策了。首先，我们得拜托苏颖和徐虎为我们提供船只、随从人员，以及朝贡礼品等物资。再就是要有劳季老弟帮忙造一份假国书，还有一些印信、官房。下面就要靠谢谢和彭姑娘了。我要你们在10天之内将西门兄训练成一个真正的琉球国王子。感觉还不错。现在那王子有了，彭姐姐，你来当王子妃。我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他一个人能行吗？当然得2个人了。天启大明，万邦熙披光毕，海无惊浪，中国自占太平。天启大明，万邦熙披光毕，海无惊浪，中国自占太平。什么？什么烦什么？从头背。天启大明。彭姑娘，好久不见了，大爷想你了。今晚陪大爷喝几杯，好好伺候大爷好不好？笑，让你笑！我让你演王子，你给我演大爷，演大爷！回去，滚！快点！笑得明白。快点！哎呀，彭公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姑娘都想死你
你了，我练了首新曲子，您来听听嘛。疯了吧？让你演王子，都是为了大明的安定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回去！我叫你演王子，回去！出来！王子啊！参见天朝皇帝，本宫为琉球国王太子。父王闻天朝盛世，特遣我来，希两国建长久邦交，日后望与天朝多多疏通。怎么样？像不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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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记住了啊，就按这么演。好嘞。日本、琉球两国使者到。两位大人，他们同时到达，咱们该先接哪波啊？是啊，尚书大人，皇上只是说掌握速度，让两国使节尽快到京城，却没想到两国使者同时赶到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总之，你们要见机行事，既不能伤了两国使节的感情，又不能伤了我大明王朝的国威。我们啊，好吧。大明吏部尚书如常，礼部侍郎孟福生，御史台黄真，奉大明皇帝之命，在此迎接琉球王太子、王太子妃两位远道而来。且慢，三位大明的官员阁下，我们日本国使者与他们是同时赶到的，为什么你们迎接他们，却将我们放置在一边？这难道就是中土上国礼仪之邦的做法吗？日本使节稍安勿躁。在下马上。岂有此理！我们此来，奉征夷大将军所命，代表着日本国。琉球国不过是区区弹丸之地的小国，也可以比我们先受接见，享受更高的礼遇吗？我看你们简直混账！明朝有句俗语：“你敬我一尺，我让你一丈。”这意思，日本使节必然不懂了。懂又如何？不懂又如何？与你何干？来朝觐见，竟然连当地文化风气都不了解打听一下，自诩为大国，却连先来后到的礼貌都没有。他人好意解释，却出手比动口还快。难道所谓的大国都是如此待人接物的吗？还是日本国的习俗风气本就是如此无礼粗鲁？王子是性情中人，又极其钟情于明朝礼仪文化，还请二位使节莫怪。哼，什么王子？凭你也敢教训我？二位使者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。远来是客，二位都是我大明的客人，如果在这里大打出手，岂不是太不把我大明放在眼里吗？要是惹得陛下也不开心，这可如何收场？这样吧，本官负责迎接琉球使节，黄御史负责迎接日本使节，再请如尚书引领两国贵使一同入京面见圣上，如何？哼！请。启禀陛下，日本幕府与琉球王子正在大殿外等待觐见。哦，还不快宣！宣日本幕府与琉球王子等人觐见。日本国使者，琉球国王子和王子妃前来觐见明朝皇帝。免礼。谢陛下。这次
我国派我们来觐见明朝皇帝，带了些许礼物，有金1000两、马10匹、扇100本、屏风2双、剑10腰、刀10柄、砚举1盒，希望借此机会能和大明朝再建朝贡关系，成为友邦之交。好，朕也正有此意。不过，之前大明朝跟琉球鲜少有来往，不知王子和王子妃这次所为何来？启禀陛下，此次前来是带着想与大明朝修好的心愿，建立友邦之情。我们不仅带来琉球国的礼物，还献上小小心意，望皇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琉球国的诚意。哦，是何礼物啊？天启大明，万邦熙披光毕，海无惊浪，中国资战太平，凡那个率兵之后是什么来着？哦，率兵之后是3变啊，不3边久安，3边那个久安。回禀陛下，王子一路上准备许久，谁料一见到大明皇帝就慌了神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啊，不是那个，父王非常希望和大明朝能够建立朝贡关系，所以特派我们前来，请明朝皇帝赐下勘和。而王子又久慕大明王朝的文化和风土人情，所以才特意备下国书，望陛下见谅。我们有一不情之请，希望能让我们多待几日，好让我们王子多学习大明王朝的风土人情和文化。王子妃多虑了，王子能将国书背成如此，朕已甚是欣慰，更是感受到琉球对大明朝的尊敬和友好。至于多住些时日，只要王子喜欢，住多久都可以。启禀陛下，微臣以为，琉球王子敢于尝试，如此的胆量和见识，已令臣下佩服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朕自然要好好设宴款待。来人呐！奴才在，准备国宴。遵旨。遵旨，谢陛下。再三嘱咐过你，不要出风头。夏训为了江山社稷的良苦用心，差点被你给破坏了。哎，今日若不是我，那皇帝小儿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我们的身份？你还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啊！你如此锋芒毕露，要是我们暴露了身份怎么办？我误打误撞，反而让皇帝放下戒备，对我们而言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幸好提前准备了说辞，要不然今天这关可真没这么容易就过去。对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好，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混入皇宫，还是按照夏兄的吩咐，好好准备下面的安排。庄爱卿，今日两国觐见，朕甚感欣慰，希望今后的友邦之行能延绵不断，永创千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请。奏乐。这身材，这模样，还真标致。呀，王子！王子，没事吧？啊，回禀陛下，没事，只不过是酒洒了，再倒一杯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好。
又怎么了？回禀陛下，刚才不知道怎么飞来了一只飞虫。陈妃的夫君向来不喜杀生，所以只能让陈妃代劳。哈，说不定有时候还真需要几只小飞虫来消磨时光呢。来人呐，再给2位使节倒酒。一起喝酒，来。你给我适可而止，不要忘了计划。女孩子家怎么会明白我的计划？哎，王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陛下，陈妃只是在告诉我的夫君，谁才是他的王子妃。什么？成何体统？从古至今，哪有身为人妇敢如此对待自己夫君？更何况这还在陛下御宴之上，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陛下，陈妃绝无半点冒犯您的意思，请陛下见谅。只不过在我们琉球国，夫君若是没有训好，会让人笑话的。陛下您贵为天子，必定能够理解这国与国之间不同的习俗，更不会为了陈妃的家事而怪罪陈妃的，对吗？啊，是啊，这是王子的家事，罢了罢了。哎呀，这众爱卿继续饮酒。我跟你说，在陛下面前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你只要好好配合，国家安定，社稷为重，听到了吗？计划。点头。这才对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不好好调教你，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琉球国王子。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看什么看？出来！啊！王子，回陛下，本王今日不好好调教自己的爱妃，我怕爱妃将来会有损本国的形象。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听见没有？向陛下赔不是！跪下！民生社稷啊！哎呀，你说这，磕头，磕头。王子不必了。叫你磕头没听见吗？磕不磕？不可回国就把你废了！哎，别打！哎，别打！疼！好痛！别打！王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陛下，王子妃高兴就好，本王就喜欢王妃这样。琉球国的侍卫呢？快把你家主子拉开！是。王子妃，别闹了！王子妃，给我拉开！夫妻之间的情趣，朕理解。不过这样看来，是该让王子妃在这多待些时日，顺便带她四处转一转，好好学习我们大明女子的温婉和贤淑。罢了，退下吧。你们好生休息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哎，这不就成了吗？打呀！二位慢走。奏乐。奏乐。众爱卿继续。
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回来？莫非……夏雄，时间紧，咱们先说正事吧。西门庆会继续帮我们盯着皇上。金陵城内有什么情报？回大人，金陵城中许多店小二都是咱们的人。打听到城中百姓很多人已经对燕王造反议论纷纷，更有很多人对当前政权表示了不满。继续。大人，经营2米铺子的兄弟常能听到百姓们抱怨官府无能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2米都越来越贵了。可我们发现有不少大臣府内购2米却是大肆成风。属下猜测，官员们也开始对燕王造反一事有所忌惮，从而购粮以备不时之需。说不定还有人想借此机会发一笔乱世横财。大人，属下还搜集到，这一连好几日，各级朝廷官员都聚集在城中有名的歌舞房内，在一个包厢里彻夜长谈。探子在隔间听到了燕王和当今圣上的名字。季老弟，照这么说来，这金陵城内是看似一片平和，其实早已经暗潮涌动了。夏兄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以现在的情形来看，只缺一个契机。诗歌会。我明白了，夏兄的意思是想利用民间舆论的力量，给他们施压。可这跟诗歌会有何关系啊？这正所谓是君为轻，民为重。后天晚上，莫愁湖是对平民百姓开放的。届时，不止湖上，整个莫愁湖畔必定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我们就借此把民间的谣言传播出去，让整个金陵城骚动起来。我们这一次也让罗克迪等人看看我们飞龙城员的厉害。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我已经是老姑娘了不成？为什么要嫁那么早？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把我赶出家门吗？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。我要嫁谁，我自己决定。我不管，我就是不去。明儿啊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女儿家自己做主了？大哥，说到底，你不过就是把我当成你官场上的一个垫脚石而已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牺牲我的婚事来成全你的。放肆！父亲早逝，长兄如父，你的终身大事当然我来做主。再说，整个徐家不都是我在扛着？你的儿女私情，趁早给我丢一边。后天，莫愁湖19会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总之，你的夫婿要尽快选出来。好妹子啊，你可千万别再哭再砸了，咱们徐家可就要被你砸光喽。老三啊，我就说了，只有你来，他才听得进去。三哥也是来劝我嫁的，还是三哥也觉得凭我的婚事能替徐家再争一争？你觉得三哥是这种人吗？你呀，别再哭了，眼睛哭肿了就不漂亮了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。老三，虽然燕王胜过几次战役，甚至大败朝廷80万兵马，可这都是因为李景龙那个主帅愚蠢无能，并不是他朱棣有通天彻地之能。更何况，父亲被太祖高皇帝誉为大明开国第一功臣，你我深受国恩，忠心服从，这才是为臣之道。所以，不管你有什么心思，都趁早给我收起来。大哥，你若是不想参与到姐夫和皇上的争斗中，就把权一交，守着我们这中山王府，然后靠着先帝赏赐的田产庄园，做个富家翁又何尝不好呢？胡闹！想父亲为大明戎马一生，辅佐太祖高皇帝打下这万里锦绣江山，才到了你我兄弟2代，就甘心让中山王府没落不明，从此绝迹于朝堂？大哥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徐家的女婿
我已经选好了，就是皇上最宠信的文臣方孝孺的爱子。既有这层关系，我们和方孝孺搭上线，自然也就和朝野间的无数文官搭上线。这样，咱们徐家就仍然在朝堂上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不仅仅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摆设。为兄用心如此良苦，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大哥这么着急把明儿嫁出去，就是想赶在日落西山之前，搭上方孝孺这条文官的线，以便顾宠。三弟，大哥，你的苦心我能理解。可若是把家族的命运建立在牺牲小妹身上，我断然不愿。你，我不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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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小姐，不嫁不嫁。三哥，我真的可以不嫁吗？你的婚姻大事，你说不嫁就不嫁。可那个莫愁湖19会怎么办？到时候如果大哥硬是要逼着我去呢？你也知道，大哥他真的会叫人把我押过去的。那就去呗。那个莫愁湖19会也是为了让你们彼此相看。如果你去了，那些权臣之子看不上你呢？看不上我？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？那倒不是，咱们明儿的美貌那是天下第一。不过明儿可以想办法不让他们看上你啊。三哥的意思是，对呀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是我看不上他们，那大哥肯定会逼我嫁，那我还是不得不嫁。如果是他们看不上我，大哥也不可能硬着头皮去倒贴他们啊，是吧？毕竟咱们中山王府可是世代勋贵，丢不起这个颜面呐。太好了，不用出嫁了。三哥，还是你聪明，你英明神武，你聪明过人。哎呀，一会儿晴一会儿雨，你这疯丫头。明儿是三哥的疯丫头，三哥对明儿最好了，明儿也最喜欢三哥了。只要你开心，三哥做什么都行。三哥对我最好了。来，请，来，咱们两个走。你看，苏大人，来饮此杯。来，我再给你们。来。这群文绉绉的徐家宗派，真让人心烦。嘘，诸位大人，正值朝廷大军在北方战场节节取胜之际，我们共同举杯。哎呦，谁呀？是老子我。你吃饱了撑的你。黄御史是朝廷大员，今晚主持诗酒盛会，在座的不是公卿大臣，便是新科的进士。曹国公，你不嫌自己太过失礼了吗？呸！我乃一品大员，爵封国公。本国公比你晚来，你大模大样坐在那儿，不见你这五品官起身相迎。本官就坐已经这么久了，不见你这五品官前来问候，礼仪何在？你这又成何体统呢？啊！九舅，你别闹了。当初你和黄子成利用我，排挤徐家，我也就心甘情愿了。可后来，你们为了弃卒保帅，拿我当挡箭牌不说，还让我背黑锅。这件事儿该怎么算？
下官方孝孺，下官黄真拜见曹国公。起来吧。今日官民同乐，自回座位赏诗品乐去吧，莫扰了本国公与诸位同僚好友谈笑的兴致。方某偶感不适，今夜的诗酒会我参加不得了。诸位同僚，我方某告辞了。方大人，是，对，真是哎，方大人，方大人别走，方大人，哎呀，你等我，方大人。大人，你说夏洵真的会出现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小心不可能不出现。我们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不知道郡主平日里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我喜欢什么都不做。郡主可真会说笑，郡主琴棋书画肯定样样精通。比起琴棋书画，我更擅长拳脚功夫。我家的护卫都常常被我打得趴下不说，就连我三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郡主饶命！出去！哎呀，真是一群惺惺作态的人啊！要是夏洵在的话多好，一定会很有趣的。郡主，后面还有唐家公子和赵大臣的得意门生，让他们一起来。是。方大人息怒，李景龙那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。徐大人，我们先说正事吧，你请坐。是，方大人说的是。现如今呐，那是朝纲不稳，各派纷争不断呐。虽说你徐家有先皇的恩典，又有免死金牌，可是你始终未有实权呐。你也知道皇上忌惮，所以难保你不成为他人鱼肉啊。大人所言正是在下之忧啊，所以在下希望犬子与你徐家郡主那是年纪相仿，喜好相同啊。犬子的才华自是不用说，在朝堂中那是数一数二的。性情和秉性啊，也都继承了我的。只要你家郡主能嫁到我方家来，我定待她如亲生般呐。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好，我家明儿若真能嫁到方家，我也算对先父有所交代了。好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方家和徐家在朝中就可以互相帮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。是，方大人请用茶。方大人，请。两位贵使，今晚的诗酒盛会，以诗佐酒，以酒助诗。微臣斗胆有请两位贵使各吟诗一首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贵国的文化，如何呀？日本使节不是自诩大国吗？怎么连首诗都做不了啊？王子背诵国书的事情，大伙可都是历历在目。在下这样谦虚，不过是想给王子留些颜面罢了。本王子多谢日本使节替我担忧了。既然如此，
还请日本使节献上一首诗来，让本王子和大家都好好学习学习。我怎么忘了，这2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好惹的。那在下就献丑了。生子当似玉，娶妻要如花。丈夫天下志，40未成家。好诗，好诗。那是自然。王子，请吧。哎呀，这等浅显的好诗，本王子当然是不会了。不过本王子的侍从随便做首诗，估计也会比你那40未成家要好得多。昆山有志妻梧桐，攀附枯枝落弦声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自命不凡斗同根。离地半尺，以为雄。是燕王，先皇子嗣众多，唯有燕王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为人极善。确实如此啊，唯有燕王才是天命所归。呀，燕王密牒！这是。哎，看，有这什么？曹大人，快！赶紧带2位使节离开！哎呀！走，这边，啊，写什么呀？写都是一样。我知道是一样。我们走。不好，夏轩已经动手了。大人，属下已经派人去搜查，散布信件的人。每一艘画舫，一个人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哎，你们去那边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多谢。哎，今晚的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啊。明白。你看，若不是我及时拉住你，你说不定就被暴露了。多谢郡主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次前来诗歌会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有些事情知道太多，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好，我可以不管你之前想要做什么，可是呢，你如今已经被我抓到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容易逃脱。郡主啊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你帮我。你想我帮你什么？我想你帮我解除婚约。这可不行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不能不行。你若是今日不答应我，你也休怪我不帮你。威胁我是吧？好，我答应你，3日之后，
我自会去找你。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那个功夫骗你。我先走了。我来看看啊，是散布行见者，一律当作燕王乱党处死啊！送烟墨，属下立即去查每一家印刷坊的烟墨。你去查一下，把半年内金陵城内所有新开的、新换了主人的印刷坊、书斋，甚至文房四宝店，统统给我罗列出来，再与他们的出版印刷之物校对淹没痕迹，用时间锁定盘查的范围，用油墨锁定可疑的人。属下不解，为何是半年之内的商铺？像这种松烟墨，至少埋在地下2年才能使用。他们开店打掩护，只能从别处购买。这种店，开张绝对不会超过半年。我这里肯定是不安全了。如今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各自分散，然后到时候根据暗号汇合。都给我围好了，走。谁是老板？我是。那些人都给我出去！这位姑娘，真是抱歉，我这里恐怕暂时做不了生意了，要不你改日再来吧。不是，走吧，走。抓起来！带走，走！老实点！别冲动。哎呦！进。你们别这样，张俊定是知道锦衣卫的手段，担心会暴露大家的身份，所以才牺牲小我保全大家。你们说，若换做你们，会不会如此呢？定当如此，不负大人。这段时间，锦衣卫的搜查只会越来越频繁，当务之急，大家应该先保护好自己，断不能发生昨日之事。依我看，这段时间大家先各自散去，都给我好生的藏好了，到时再听我指令。是。你信不信我？你是想说，目前这件事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？这么看来，你也有所怀疑。
我总觉得，说不定已经有人暗中盯上我们了。书画店和画坊的秘密联络点都被锦衣卫破获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不可以掉以轻心啊！因我之前所料误差，现如今金陵城中暗潮涌动，真正能够接纳我们、收留我们的人并不多，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，所以我最好和你们分头行动。你好好的和彭姑娘在一起，她有使节的名号保护着大家，这样我才不会有后顾之忧，知道吗？那你去哪儿？收留保护你的人，你想说的不会是……听话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倒是你自己一定要万事小心。闷，哎呀，太闷了。你心里藏着事，哪能消停半刻呀？就知道三哥最了解我。我想让你见个人。见个人？谁呀？这个人呢，还请三哥一步去我房间一见。去你房间？哎呀，你就答应我吧。走吧，来。草民夏询参见徐大都督。明儿，你怎能如此胡闹？朝政岂是儿女私情可儿戏得了的？三哥，亏你还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。夏询眼下正是危难之时，只不过是借用我们的屋檐躲躲而已。不是你常说要仗义相助的吗？如今，圣上正大力追查燕王乱党。若是此刻让人知道咱们和他们有私下来往，你想过这个后果吗？夏询此次拜访实属突然，却未想到徐大都督如此为难。那既然如此，夏询这就告辞。哎，别走！夏公子，请坐。想必夏公子也知道，如今朝廷形势逼人。我徐府虽不受圣上所重用，但也是先帝辈的忠义之臣。若是此时落下了任何把柄，我实在无法用徐府上百条人命去赌。徐大都督所言，夏询明白。只是燕王此次出师，为的是清君侧，重整朝纲。如今奸人当道，民不敢言。难道这是徐大都督您所想所愿吗？我又何尝不知呢？如今的燕王势如破竹，而金陵也不过就是表面风光罢了。这能撑多久，谁都说不准。三哥，
所以我说嘛，我们徐府不受重用，还处处受气，为何不早日去找姐姐跟姐夫呢？是啊，徐大都督既然已经看透形势，那为何不早一些？可谁叫我们都是徐家人？这就是我们的命啊！更何况，我们现在背负的不仅仅是徐家的清誉，更是徐府上百人的性命。夏公子，今日在这儿，我不妨坦诚相待。你我虽然阵营不同，但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护你周全。夏寻，感激不尽。来，三哥，你真的愿意帮夏寻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这不是怕你骗他吗？然后突然对他不利。哼，你当我看不出来你喜欢夏寻吗？你喜欢的人，我会对他不利吗？谁说我喜欢他了？你可别冤枉我，我看你才喜欢夏寻呢。我喜欢他。三哥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你可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你可不许骗我，你一定要护夏寻周全。是，郡主大人。三哥坐，喝茶。终身大事，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，所以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。我知道，三哥一直希望我可以找到一个喜欢我胜过我喜欢他的男人，然后幸福平安的过一辈子。你知道就好。可是夏寻到底对我怎么样，我也说不清。不过我知道三哥对我是怎么样的。三哥啊，永远的疼我，永远的喜欢我，永远不会抛弃我。不论怎么变，三哥不会变。所以啊，我有三哥这么多的喜欢，我也不缺别人的喜欢呀，我就可以尽情的去喜欢我喜欢的人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，听说你又开了家古玩店呢，发财了！去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就告诉彭姐姐了。哎，不，我说谢姑奶奶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是你叫我过来帮你想办法怎么应对这些锦衣卫的，如今你又叫我闪一边去。我喊你过来呢，本来是想趁夏寻不在，正好给你个机会展示一下你的聪明才智而已。对呀，谢姑奶奶，我这么掐指一算，夏老弟去徐府不少时日了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吃醋吗？你不担心我这聪明机智又风流倜傥的夏老弟被郡主给拐走了？他才不会像你一样呢，我相信他。哎，脸红了，哎，好了。不开玩笑了啊，说正事。是不是我帮了你，你也应该帮我，让子琪实现嫁我的约定啊？那你先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里避免锦衣卫的盘查呢？之前不管是画坊还是书画店，我都花了不少的心血。被破获之后，我损失可真是不小呢。这要是日子一长，我怕这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姑奶奶，你是不是跟夏寻在一起久了，反而变得没那么聪明了？古语云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若是你这地方平常出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，还有谁敢隔三差五的上这来搜查呢？一定是我乱了阵脚，怎么会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呢？我帮你想了办法，你是不是也让我尝尝甜头啊？
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我想开青楼，我看你是色胆包天了吧？啊，外面步步紧逼，你还有闲情在这青楼？我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一下你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痛，真的好痛！我的耳朵又不是金刚不坏的，你这样听下去被坏了不可。好啊，那我换鼻子。鼻子不行，鼻子更疼。哎呀！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你知道吗？青楼对于你们男子而言，不过是消遣的地方，可对于世间许多女子而言，那就是一个地狱，或许是永远都逃不出的地狱。哎呀，我只随口一说，绝不可当真。你想开店铺，不难，不过你的老本行不是管美人，还是医病救人更适合你。你空有一身医术，若是不治病救人的话，那实在是太浪费了。谢谢已经把你的医铺给准备好了，就在来福酒楼的旁边。过2天你就可以去看看了。这谢姑娘平时不声不响的，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呀？开店那可是谢谢的老本行，她最拿手了。你方才所言没有骗我。我们虽然不能救天下人于危难之中，但若是能够让他们少病少灾的话，那也算是我们问心无愧了。对，是在下肤浅了，没有你看得那么透彻。哎呦，好了，这几日我就好好的温故一下医书，到时候再让你们领教一下我的本事。我的医书去哪儿了？夏雪，你不是说我若帮你藏身，你就助我解除婚约吗？这都这么些天了，你每天除了跟我三哥聊天说地，丝毫不提我婚约一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三哥那人吃软不吃硬，你都劝过他那么多次了，我劝说又能如何？那你的意思是帮不了我了？非也。这正所谓是敌不动我不动，你的婚姻大事是由你大哥做主，如今还没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你急什么？放心好了，我答应过你，只要你借我赞助，我自会让你如愿逃婚。不知今日的鱼会不会比前几日更鲜肥些？这几日偃旗息鼓，依我看，估计鱼儿们一看到食物，都争先恐后的抢钩子。哎呀，鱼儿们呐，鱼儿们，快点上钩吧！我姑奶奶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我还想拿你们回去红烧给她吃，让她食欲大开。哪有的事？依我看，是西门兄你独自揣摩罢了。你非鱼，焉知鱼之苦？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更何况还住在敌方阵营之中，啊！哎有了！哎，跑了，可惜了，怕就怕中层跑鱼啊。小鱼仔最容易上钩，反倒是那些个大鱼，唉，不可操之过急啊。饿久了的鱼，要想一网打尽的话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钓扇面。一旦入扣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哎呀，有了！有了！来，让他好好吃饭。那我替谢姑奶奶
谢谢你了。喂，你要吓死我啊你！走路都不带声的，真是。哎呀，我说姑奶奶啊，你最近都没怎么吃饭，我们今天特意为你准备了红烧鱼，你好歹吃2口啊。这鱼是你做的，不吃。你没看到我这忙着呢。哎，你是富可敌国呀，还是以一敌百啊？怎么就放不下呢？那这鱼不是你做的，是谁做的？哦，对了，我今日还没有看到彭姐姐呢，她去哪儿了？你呀，最近恨不得跑到账本里去了，哪儿还记得我们呢？你彭姐姐今天收到了夏老弟的消息，这不，赶紧去给飞龙成员下达命令去了。收到消息了，她说什么了？她说你不好好吃饭就不要你了。就知道乱说，还是季大哥你说我才信。哼。没错。我说姑奶奶啊，你能好好吃饭就行啊。夏勋说他处理好那边的事，马上就回来和我们会合。好好吃啊。来，多吃点青菜。可能只有他让你好好吃饭，你才会乖乖听话。大人，腰间好了。大人，先把药喝了吧。大人，您就算不为自己的身子着想，也为这府里的下人着想吧。你都病了那么些时日，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好转，府里的人都担心着呢。李伯，我还真想这病啊就别好了。哎，大人，您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您心里的苦，李伯我知道。这人活在世上，谁没个憋屈难过的日子？更何况，您现在的位置有多少人眼红着？他们巴不得您病得久一点。正因为这样，您更要赶快好起来，证明给那些无知的百姓看一看。大人，你喝口水。李伯，如今坊间都流传，我就是天下第一的。大人，咱不说这个了，咱不和这坊间平民一般见识。唉，罢了罢了。草包将军也罢，好歹有个将军的头衔儿啊。大人，那边有消息过来，问什么时候可以拜见您一下。不见，我现在谁都不想见，看见他们我就难受。指不定那些话，就是从他们嘴里传出来的。好，大人，您先好生休息吧，那边我去给您回了。如今我成了朝廷的靶心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我身上。方小茹和黄子成那边一定想尽办法顺水推舟，想要一举扳倒我。坚持一下。大夫，大夫，我的眼睛。
要管我！外面那么多兄弟都还没有包扎，你去帮他们！快去！外面的士兵有人负责，我的职责就是照顾您呀，殿下，您别动，马上就好，啊！这次跟朝廷作战，我损失了多少兄弟？连张玉也枉死于此。这一战，我们疏远大将陨于此役。如没有朱能与旭儿拼死杀出一条血路，朱棣怕是魂归了。殿下，如果照您这样，还没等到我们攻到金陵城，你就先倒下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让我想想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们先放开，本王保证不走。你们放开！好。疼啊，殿下，疼啊，那就对了。我倒想知道，那些金陵城里赫赫有名的将军们，还有谁能比您不怕死，就任血流一地呀？哎呀，对，他攻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我就还他们一个意想不到。可记住了啊。知道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过来看你啊。我想你了。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我在那边每日都和徐大都督畅聊至深夜。你不必多言，也不用解释你在干什么。你的为人，难道我还不清楚吗？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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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瞧瞧瞧瞧！哎呀，你们继续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燕王那边来消息了。好了，坐吧。这段时间我在徐府，虽然没能劝下徐增寿，但是我却发现，他和李景龙的关系甚为密切，而他大哥呢，则却偏向于方孝孺那边。大家都应该知道，这方李两派结怨已深，那他们兄弟俩就必将会对立，而徐增寿将会成为我们接近李景龙那派大臣的最好帮手。听说郡主和徐增寿的兄妹关系亲密，夏兄，你只要略施小计，让郡主乖乖听你的，自然徐增寿也会跟着改变态度。季老弟，这几日我日日和徐增寿畅聊，发现他是一个刚正不阿、为人仗义之人，实在让我敬佩。而郡主，他不过是仗义相助罢了。依我看，可不止仗义相助这么简单吧？让你窝藏在徐府那么长时间，那可是搭上了整个徐府的性命啊！不是说有燕王的消息吗？对，燕王传来消息，这次和明军交战大败，损失惨重。他希望我们可以在金陵城中找到突破口，为他策反更多的大臣，获得更多的情报。哎，哪有那么容易策反呢？夏兄，你在徐府里待了这么久，应该更明白这事儿的不易呀。我说你呀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虽说这徐增寿现在还没有动摇，但是我们可以找上另外一个人。另一个人？你想说的不会是李景龙吧？夏兄，何以见得他会被策反？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去的诗歌会，在当天宴会上，我曾目睹了李景龙被许多大臣们取笑，
可以看出朝中当权大臣对他颇为不满，而现在金陵城中全是重伤他的流言蜚语，如此心高气傲、刚愎自用的人，他将如何自处？只能称病在家。可是这样下去的话，他即将会被方派扳倒。一个失权派，就算是策反成功了，我们也未必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啊。我已经在朝中得到了消息，皇上不日会大摆筵席，庆祝明君大胜。这个筵席，李景龙当天晚上也会出席。那又有什么用呢？那李景龙是如此心高气傲的人，既然决定了要出席，怕是做好了准备要殊死一搏，和方皇好好斗一斗。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说服他，各取所需的生意，相信他是不会拒绝的。西门兄，这一次的宴会，你必须要去。我？可我该怎么混进宴会呢？参见陛下。来，王子请坐。王子妃有孕了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已经1个多月了，初来大明第3天时就有了，特来感谢陛下，是陛下的隆恩福泽了我们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大明最近真是喜事连连，先有我大明军队大获全胜，后有王子妃在我大明有孕，实在喜人。不日，我会在皇宫中大摆筵席，王子，记得带王妃前来，正要给你们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大大的赏赐，好让我们的皇宫喜气冲天。谢陛下。曹国公，有病就该在家里好好养病。臣参见吾皇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奏乐。曹国公，来，王子，远道而来。谢陛下。不错。诸位爱卿，请。谢陛下。好久，没人。曹国公，本尊琉球国王子西门景泽敬曹国公一杯。不打扰了，请便。哎呀，诸位同仁，咱们共同举杯，敬陛下一杯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曹国公，身体要紧，若总是抱恙，
有些事情就该放一放。你先行回去休息吧。微臣失礼，先行告退。朱清，请。谢陛下。老爷，我们去哪里啊？先别着急回府，四处转转吧。在下只是一只小人，在皇上的眼里是一文钱都不值。可是国公您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。我李景龙现在就是废物一个，燕王殿下还找我做什么？郑村坝一战，国公您一败在交兵，二是败在天时。白沟河一战，若不是国公您的帅旗被风吹折，恐怕燕王殿下就会折在您的手上。朝廷只会以成败论英雄，但是燕王殿下他不会。他一直很欣赏国公，殿下曾对我说，九江虎父虎子所欠缺者只是战争经验罢了。缺乏经验？难道圣庸小儿比我经验丰富吗？难道在国公眼里，这圣庸比您还要强吗？燕王此次战败，同样是因为骄兵，因为在殿下的眼里，您是大明战神李文忠将军之子。文韬5月麾下雄兵60万，自从燕王殿下战胜了您之后，您认为他还会把圣庸放在眼里吗？国公，依我看，完全是您成就了圣庸。就算如此，燕王毕竟是败了，而且这一败损兵折将，连张玉都战死沙场，燕军可谓是元气大伤，而我朝廷兵马则士气大振。他叫你来，想干什么？要我李景龙投靠他这败军之将吗？我想请问国公大人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殿下这次确实败了，但是你敢保证这侥幸取胜的圣庸，他从此以后就战无不胜吗？燕王殿下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吗？而国公您呢？皇上不会再给您这个机会，黄子成、方孝孺他们2个也不会再给你这个机会。但是如今燕王给您这个机会，您是要还是不要呢？燕王是想让我投靠于他，可我现在这个处境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殿下是希望国公可以在皇上面前提出议和、以文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为了让国公的主张能够得到更多的拥戴，为了能和平地解决争端，停止战争，国公向燕王透露一点消息，让圣庸吃一点小亏。这为的是朝廷，为的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。我如今已成过街老鼠，就算有心也无力呀。国公恐怕您忘了，如常、玉兴、景清这些大臣，他们是反对削藩、提倡议和的，他们可都是您的盟友啊。盟友？拜见国公大人，您里面请。下官恭送大人。大人慢走。
大人，据探子来报，今天早朝前，皇上在正心殿接见了方孝孺、齐泰、黄子成3位大人。啊，不过是盛庸打了败仗被迁怒了。大人英明，盛庸将军吃了败仗，折了5万兵马，退回德州去了。平安、吴节2位将军后率兵复原，援兵还未抵达，便听说盛庸将军一路败逃下去，又急忙还师真定。皇上勃然大怒，在正心殿拍着月案，大骂前线将士手鼠两端，不肯用命，浪费朝廷钱粮。他们是怎么给盛庸开脱的？说是盛将军在夹河之战，因为大风刮起漫天尘土，所以我方才败。愚蠢！这么蹩脚的理由，皇上也信？我军每次战败，都非人为，而是天意，这难道不折了颜面吗？大人，要不要提醒一下皇上？恐怕现在朝会中早就以这个理由御史群臣了。我们又何必得罪他们？看来这又是一个九死一生的局啊！气死朕了！屡屡败仗，还来指责朝廷用人不当。这个盛庸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朕最大的失误，就是让他当了将军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。这上奏的，全都在指责黄子成支流无能。盛庸焦躁，才会节节败退。上奏的不光有在京的官员，还有在前线的将领。朝野上下已经诸多不满了。陛下，奴才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陛下，奴才认为陛下宅心仁厚，自然不愿严惩。可是黄子成那波大人们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啊！若陛下依旧庇护，难免有些人心中会不满。若道士暗中勾结燕王，岂不得不偿失？嬷嬷，哎，臣谢主隆恩。恭喜曹国公，从今日起，您就代黄子成之位主持朝政了。有劳公公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黄子成其态无能，盛庸焦躁，致战事溃败。今官降2级，留府反省，以观后效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黄大人，皇上心里还是惦记着您的。皇上嘱咐，如果说您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吩咐奴才便是。请替我谢谢皇上，臣什么都不需要，只愿我大明安稳昌盛。殿下，
快去给我请朱能将军。是。朱允文已将黄子成、齐泰贬之警示，还想派使臣前来议和。哎呀，恭喜殿下呀！殿下，这最大的绊脚石已经没了，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做？如今金陵城中所有情报尽已归我囊中，之后自是整顿军纪，鼓舞士气，一鼓作气，拿下金陵。末将得令。去吧。夏雪，如果没有你在城中护营，本王断不会如此顺利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我便会在金陵城中相见了。不知道前线战况如何，朕甚是焦虑。陛下，我军败了，又败。燕王现在步步紧逼，我们就真的没有半点办法了吗？难道真的要我等他攻到金陵？陛下，臣有一法子，不知可不可行。兴许能让燕王阵脚自乱，大减士气。爱卿若有法子，不妨直说。陛下，陛下不妨派人去北平。你呀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这便是我的答案，你们可以离去了。以后，若是再有那边的人过来，你直接请他们走，不用通知我，以免落人口舌，明白了吗？是。你刚刚所言全都属实。海尔也是收到了情报，说大哥也会密探。不过孩儿相信，大哥绝不会受皇上所蒙蔽。黄延颂的口信说，皇上派人招降，但是连人带信一并被大哥扣下，并没有提到大哥答应投降。孩儿三兄弟入京时，皇上盛情款待，对大哥极尽优容。后来又常召大哥入宫叙话。大哥博学多才，又精通琴棋书画，不似孩儿这般一介武夫，自然甚受皇上爱护。大哥也自然对皇上有几分情谊在的。二哥，大哥不可能勾结外人吧？咱们可是一家人啊！哼，一家人怎么了？如今天下打成一团，不也是姓朱的吗？不都是一家人吗？照样兵戎相见。不会的，咱们三兄弟一道出生入死，一同为父王打天下，大
大哥他怎么可能去勾结外人呢？咱们可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啊！三弟，你记不记得，大哥曾经对我们说过，如果父王一旦起兵失败，让我们先想好退路。我记得，当时大哥说他是长子，他当仁不让，要挡在前头，让咱们两个保护父母。那你现在看看，又是谁太太平平地坐稳北平城？又是谁冲锋陷阵，当仁不让呢？唉，三弟啊，如今战事打了这么久，父王一旦成功，便坐拥江山。待到父王100年之后，父王可就咱们3个儿子。可是大哥他是长子啊，理所应当也是他继承，他为什么还去勾结外人？这说不通啊！你觉得说不通，是因为你想不通；你想不通，是因为你还把他当成我们的大哥。可大哥有没有真心实意把我们当成他的弟弟？这你可就不知道了。你想想，大哥身体羸弱，你我2人现在却战功赫赫，你认为他真有可能把我们当成他的亲弟弟吗？眼中钉，肉中刺还差不多。唉，我也不希望大哥会背叛父王，毕竟咱们3个都是亲兄弟，有生死与共过。若真是同是操戈，唉，也许大哥是在北平城里待久了，压根儿不知道我们前线的苦，所以才会这么容易被别人蒙蔽了吧。赤儿，孩儿见过母亲。啊，我炖了点汤给你。母亲请坐。赤儿，你别太过担忧，你父王定是听信了谣言，才会出此下策。母妃现在正在想办法。父王下令把我抓起来，还说要是我不从，就要将孩儿处死。我现在如何解释，父王都不会再相信我了。皇上招降是假，离间是真，你们2父子千万不能中计。赤儿，你相信母妃，母妃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彭姐姐，你说这李景龙也被夏巡成功策反了，如今朝廷布满了情报网，可是夏巡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夏巡他若一天不回来呀，你就一直担心他会被人拐跑，是吗？那跑了就跑了呗，大不了我不要他。你说不要就不要啊？他要真被人拐跑了，看你怎么办。我有一封信要送给夏巡。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我是奉燕王妃之命来送信的。夏巡，我儿的性命全托付给你了。走吧，表演结账。带他们去见殿下。走。北平那边可有消息？回父王，府中暂时没有消息。不过什么？说呀！孩儿听闻，北平城外的明军消停了很多，不知是否与大哥有关？你大哥他敢！请父王饶过大哥，大哥也许只是一时糊涂才……混账东西！北平有母妃看着，
应该不会出岔子。你大哥要是干出这种混账事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启禀殿下，营外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他说他是金陵夏家的。快，叫他进来。是。参见燕王殿下。可是夏巡有什么事？那两人正押在帐外，不知殿下是否要亲自过问？不用了，去吧。是。雪儿，父王。父王，这说明你大哥并没有拆开此信，虚惊一场。啊，先杀吾儿啊！如此良机，竟生生让那个姓夏的给搅和了。二公子且息怒，此事定然是王妃从中斡旋，否则那个夏巡又怎会知道呢？此番虽未动摇世子地位，但足以影响王爷对世子的看法。二公子您骁勇善战，次次身先士卒，这营里的将士都说二公子您越来越像王爷年轻时候的样子了。不过，这倒也提醒了我，父王和母妃十分信任那个夏巡，那么我也该早做笼络，可别让他成了我大哥的人了。哼。这封信很奇怪吗？我受王妃所托，查明事实真相，为的是保住世子地位。二公子应该尤其记恨我才对，可是为何要写信向我道谢呢？这二公子与世子好歹也是亲兄弟，他替世子写信道谢，也无可厚非啊。世子固守北平，功绩斐然。如今燕王的大军已经迫近淮河北岸，断不能后院起火。朝廷的这个离间计并不高明，依照王爷的阅历，他不可能看不出来。定是有人在王爷面前火上浇油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人难道是二公子？世子失势，获益的人只有二公子一人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二公子这个时候给夏兄写这信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为他终于发现，咱们夏老弟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，得拉拢。这封信还挺高明的，知道我们夏老弟是重情重义之人，便以此笼络人心。不过越是这样掩人耳目，故作好心，他那心思只会让人看得更清楚。二公子今日只是在燕王面前搬弄是非，他日怕是会举起屠刀直对世子。到那时，世子又该如何自处呢？二哥，你慢点。二哥，你在前线屡屡立功，父王全都看在眼里呢，你别这样。三弟，你认为夏巡此人如何？有勇有谋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不过，他是大哥的人吧？我要把他争取过来，变成咱们的人，恐怕很难。
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他奉命调查咱们，那会儿咱们还在燕王府。夏寻既不爱财，又不近女色，实在不知道他有什么缺点，也就不知从何笼络起了。但是想扳倒大哥，必须要拿下夏寻。夏寻此人讲义气，重感情。如果二哥下定决心要笼络他，那么我有一个法子可以试一试。说来听听。你不是写了信给他？咱们看看他的反应，如果不行，就拉拢纪纲，你觉得呢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来，一饮痛快，干！干！